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刚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刃牙的第2期解说。C 组杀马特柴千春出战拳王冠军伊安。说起来，杀马特还是华山的小迷弟，他打架也是为了变得和偶像一样。但是你家偶像打架也不自残呐，原本裹在左臂上的石膏，硬生生让他用头敲没了，还没上场自损800。不明白你们家杀马特都在想些啥？比赛开始，杀马特凭借可怕的气势冲了上去，飞起2脚踹在伊安的脸上，随后又是一阵猛烈的攻击，打得伊安落花流水。杀马特又抄起地上的石膏猛砸对手的脑袋，这已经明显是犯规行为了。但是对伊安来说，这种攻击都是无效的。杀马特用阳灰迷住了伊安的眼睛，在睁眼的时候，杀马特已经将自己和对方的脚用绳子绑在了一起，这是暴走族的单挑规则。对于这种明显犯规的行为，德川没有喊停，是否停止决斗的权利在伊安的手里，他选择的是继续战斗，并冲向杀马特。杀马特早就计算好了，一旦伊安靠近他，就立刻扯动绳子，让对方失去平衡倒地，自己再趁势发起猛攻，一系列小动作搞得伊安有劲儿没处使，非常的憋屈。一记肘击过后，伊安重重倒地，一时恍惚间，他看到眼前出现了一个身影，正是拳击王者约翰。在爱豆的鼓励下，伊安重新站了起来。这一次，他先杀马特一步，拽住了绳子，随后就是2记重拳，直接干趴了对方。但没想到杀马特受到这种重击还能站起来。他回想起了当初干架的时候，他一个人群殴对方，就算是摩托车撞了也斗志满满，身体里涌现出了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。杀马特头锤加手脚的猛烈攻击，逼得伊安摘下了拳击手套。摘下手套之后的伊安攻击力明显翻倍，一拳下去牙都砸掉了。但同样，杀马特的脑袋也够硬，伊安一拳下去居然把自己的手指砸断了。伊安的助手立刻扔出毛巾，选择认输，再打下去伊安的手得废。但是伊安不肯放弃，从他扔下手套的那一刻起，这就已经不是一场拳击赛了，而是以杀马特为代表的东京和以他为代表的布鲁克林的肉搏战。杀马特掏出刀子，切断了2人腿上的绳索，一场只靠着拳头的肉搏赛开始了。2人赤手空拳的不断互殴着对方。杀马特的力量当然不及对方强大，但即使被打成重伤也没有放弃。最后，伊安的助手强行闯入，阻止了已经把食指都砸断了的伊安。因为犯规倒下的杀马特获得了胜利。后台，华山拥抱了伤痕累累的杀马特，小伙子追星成功，但由于他的重伤，下一场无法参赛了。当然，老千层饼的德川留下了一位重量级的候补选手，600场摔跤无败级的冠军加兰德。出生在俄罗斯的加兰德是一个极端的爱国主义者，他曾让总统将自己的双手用沉重的锁链锁起来，就是为了证明自己属于祖国。然后连续2年都在寒冷的山上用一把100公斤的石子镐挖出一个超级大的深坑，他的体型非常庞大，就像是巨人一样。加兰德让德川将所有选手集合起来闪亮登场，杀马特都快成痴呆了，一听自己不能上场就跑进来挑衅，反被加兰的一头抢天花板。看到小弟被欺负，华山当场不干，一拳正中对方脖颈。华山这一拳威力大家都明白，但是加兰德居然撑住了，没有倒下，反手抱住华山，以头抢地，能秒杀华山的可怕存在。加兰德的力量可想而知，但对于摔跤来说，他其实是个外行，从未受到过任何专业的训练，仅知道比赛规则就能长胜不败。这就意味着不管是什么领域，只要他想就能成为冠军。杰克一招打晕了还想要冲上去的杀马特和加兰德宣战，但他自己还有一场战斗没打完呢。C 组的第2场是杰克对战三崎，2人都在预选赛的时候秒杀对手，可谓是同样嚣张。比赛开始，杰克先攻，他一拳挥出被三崎化解，对着杰克就是一套1秒12发的飞燕连击。但三崎突然急速后退，只见他的手腕鲜血淋漓，在场的所有人包括三崎都根本不知道杰克用的什么攻击。杰克的铁拳再次朝他锤来，三崎只好单手防御，顺势一只手扳倒了杰克，对着他的脸不断踩下。但又是一瞬间，三崎的脚突然也开始莫名出血，这一下就是观众都觉得是不是杰克身上藏了武器，于是比赛暂停，裁判下场搜身。三崎则趁机将自己的伤口包扎起来。搜了一遍之后，杰克并没有携带什么武器，但是三崎确实感到了利器划开伤口，而且伤到了他的动脉。由于失血过多，眼前开始发黑，他必须速战速决。三崎冲上去对着杰克就是4段踢，紧接着手指猛地插入对方喉咙，这是日本少林拳法的祖传秘技。杰克脸上青筋暴起，拽一下三崎的手，居然一口咬了上去。三崎顿时疼得惨叫起来，但不管他怎么用力击打杰克，都无法让他开口。原来之前伤到他手脚的正是杰克的牙齿。杰克猛地一甩，将人摔了出去，三崎的手腕已经被他咬断了。杰克将血吐在三崎脸上，随后一记勾拳结束战斗。目
目睹了血腥格斗的烧姜吓坏了，回到后台正好遇见了对视了杰克和加兰德。加兰德对于杰克的做法非常不屑，觉得是副乳才会用的下流招式，两人互相挑衅以示尊重。最后加兰德锤碎了一堵墙离开。等到刃牙找过来的时候，烧姜已经瘫坐在地上了，见到他就扑了上去，哭着求刃牙退出比赛。刃牙根本就打不赢那些魔鬼。D组的第一次比赛，独步对战天内。独步似乎丝毫没有将永次郎推荐的人放在眼里，而是在场上一个劲儿的跟老婆炫耀他的独步流空手道已经完成，无论是谁都不会输。比赛开始的瞬间，独步就消失在了天内的视线里，突然一双大手猛地朝他的头顶抓去，天内在半空翻滚躲开，回头一看，他的头发都被独步揪掉。天内再次跳起，从半空朝独步发起踢击，独步摆出铁壁的防御架势，滴水不漏的挡回攻击，最后将天内逼到围栏处发起猛攻，天内只好竖起双臂防守，好不容易借助围栏蹬脚踹出，却没想到独步比他更快的一脚踹过去，一看天内还想再跳起来，独步立马踢出一脚阻止，并将他的右脚完全破坏。当然天内不止这点本事，他猛地跳起，骑在独步头上，双腿用力将两人扳倒在地上，试图用大腿绞杀，最后又是一个转身，用手肘不断的攻击着独步的脑袋，然后猛地将独步的身体向前弯折。在这种钳制之下，独步毫无反抗的能力，空手道的招式也使不出来。而此时的刃牙正在陪着烧姜打车回家。烧姜那些选手为了成为世界第一的梦想拼搏，但其实受到最大伤害的是那些选手身边的亲人。听到这里，刃牙将烧姜带到了他埋葬自己母亲江珠的地方，并将江珠和永次郎的事情告诉了烧姜。无论如何，他都一定要和永次郎一决胜负。此时场上独步的情况不容乐观，天内正骑在他身上，迫使独步认输。但就在大家认为万事休矣之时，一眨眼的功夫，独步居然已经挣脱了天内的钳制，重新站了起来。他居然徒手拔掉了天内的指甲，迫使他松手了。随后独步发起了反击，首先一记虎口拳正中天内眼睛，使其短暂失去视力和思考力。随后一招足踢，锋利的脚趾甲贯穿对方腹部，紧接着风魔杀踹掉对方下巴。独步已经完成了终极的空手道，但是他的老婆儿子却同时感到了一阵不安，他们无法想象到独步获胜的样子。独步以手成爪，猛击天内的头顶，在剧烈的冲击之下，天内颅骨碎裂，七窍流血，呆立在原地失去了意识。但就在独步以为比赛结束，走到场边的时候，天内突然一脚踹了上来，他居然完全不在意自己的伤，而是再次跃到半空，用腿绞住独步。独步踢腿反击，却正好如了他的意。天内顺势抱住独步的左腿向上一折，弄断了独步的左膝。空手道里的招式都是依靠膝盖发出的，但是独步就像没事人一样爬起来继续战斗。但天内却不干了，他让独步自己认输，再打下去绝对是他赢，没有必要拼个你死我活。见不成，又去鼓动德川和现场观众。可还没等独步不干呢，永次郎就冲上擂台，一巴掌打晕了天内，居然哀求自己的敌人认输，真是太软弱了。不过是单纯的破坏人体的行为，非要和亲情友情挂钩。永次郎警告刃牙，怀着这样的心，到最后只会和天内一个下场。刃牙反问他，在他心里斗争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永次郎却说自己根本没有想过。永次郎让赢了比赛的9人上来和他打一场，但是来到这里的却是那些战败了的选手。一场关于永次郎群殴赛即将开始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